美国国会酝酿超过1年时间的竞争法案，由于两党的互相扯皮，一直难产，让英特尔公司甚至威胁要跑到欧洲设厂。不过，为了让参议院尽快通过芯片法案，美国会议员不惜让竞争法案瘦身，将芯片法案从中抽离并独立成案，以便提高表决通过的胜算。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为首的拜登政府高官，也以中国要领先，我们不能不努力为由，呼吁参议院尽快通过竞争法案。此外，美国还拉拢韩国参与芯片联盟，希望在亚太地区搞半导体产业小圈子。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前往国会山，向全体参议员进行了一场非公开简报会，说明技术和创新产业的全球竞争现状，并呼吁国会尽快通过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研发制造提供资金，以解决迫在眉睫的芯片短缺问题。雷蒙多近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最好的结果是能在8月4号国会休会前通过法案，否则将对美国经济和军事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雷蒙多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周三还联名致函国会两党领袖，呼吁国会在本月底前通过法案。两人在联名信中拿中国说事，称这是我们首次面对中国这样的战略竞争对手，他们既决心成为未来产业的全球领先者，又有能力和资源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自己努力的话。路透社周四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国参议院最快或将于下周2对竞争法案进行投票。去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授权拨款约1900亿美元，用于提升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和先进技术实力。重头戏就包括拨款520亿美元，专门用于增加半导体生产。今年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内容同样包括为半导体制造以及汽车和电脑用关键部件的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参众两院以及民主共和两党一直在推动两部法案的整合，以得出一份可以被两院批准供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正式法案。但因为气候问题和贸易方面的分歧，迟迟未能达成一致。美媒周四称，由于竞争法案内容庞大且耗资巨大，有些议员考虑单独通过半导体投资的条款。美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沃纳认为，可以考虑优先通过芯片投资的部分，以及大家可以同意的任何其他内容。但同属情报委员会的共和党参议员科宁表示，目前两党尚未就是否单独通过芯片法案的部分达成共识。对于美国国会推出的此类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曾回应称，美国怎么发展是美国自己的事。作为世界头号经济体，美方应该做的是维护包括半导体产业在内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而不是动不动拿中国说事，把中国当假想敌。美国早在2年前就开始为这个法案的问题在争吵不休，直到现在都没出台这个法案。更不用说这个资金落实到位，对中国来说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实际上中国在半导体产业动作要比美国快多了。在投资这个方面，中国抢占了先机，走在了美国的前面。拜登政府迟迟无法借助芯片法案为相关企业提供补贴。美国和亚洲的芯片制造商警告，他们恐怕不得不延后或缩减在美国的投资。美国半导体龙头企业之一的英特尔准备在俄亥俄州耗资200亿美元建芯片制造厂，计划原定7月22号动土，但受芯片法案的拖累，现在已决定无限延期。英特尔首席执行官戈辛格6月底甚至威胁会选择在欧洲扩大芯片生产。对于亚洲的芯片制造商来说，由于在美国的营运成本比亚洲更高，他们如果要将生产工作转移到美国，补助资金对他们来说更为关键。例如，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制造商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建的120亿美元芯片厂虽然已经动工，但与美国的许多芯片制造商一样，台积电的建厂速度也取决于芯片法案的补助。美国在芯片业它的主要优势所在是芯片的设计研发这类零污染低资产这种阶段。它现在如果要让这个芯片制造回流的话，首先要解决一个大问题，就是它没有大量的这个熟练工人和工程师，还有完善的产业链供应链。这是它这个最大的这个短板。
尽管芯片法案的通过还遥遥无期，但过去2个多月以来，美国积极通过双边、多边协议谈判的形式，在亚太地区搞半导体产业小圈子。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府官员周四对媒体表示，韩国和美国正在通过各种沟通渠道讨论加强半导体产业合作方式。美国媒体称，美国政府已要求韩国在8月底之前告知是否加入由其领导的芯片联盟，解决半导体供应链问题。该联盟将由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组成。但当被问及韩国是否会加入联盟时，韩国总统府拒绝置评。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任内首次亚洲行的第一站就选择到韩国三星半导体工厂参观。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反映出拜登政府想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寻求加强供应链并重启自身制造业的意图。而根据韩国国际贸易协会数据显示，中国大陆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2021年存储芯片出口额690亿美元，中国大陆占了48%。分析认为，半导体产业的性质和中国在其中的体量决定了，靠拉小圈子使小绊子来围堵中国，这条路注定不会好走。韩国现在这个心态比较矛盾，中国是它的一个非常大的芯片市场，他担心如果和美国、日本、台湾组成这样一个产业联盟，会得罪中国，激怒中方。可能会影响韩国的这些芯片厂商在中国的销售。而台湾民进党当局除了积极参与美国芯片联盟，还制造各种障碍，限制台湾企业参与大陆芯片生产。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考虑对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未经监管部门批准就投资中国大陆芯片公司开出最高2500万新台币的罚单。紫光集团近日完成股权交割，在紫光的新资金名单当中出现了富士康工业互联，该公司预计出资53.8亿人民币。此外，台行政机构主管经贸科技的政务委员邓振中日前还语带威胁地声称，中国大陆暂停进口石斑鱼，台湾未来不排除反制中国大陆，不排除削减对中国大陆芯片出口的比重。对此，中国国民党籍民意代表李桂明表示，禁止或削减半导体芯片出口大陆，等同于台湾自废武功，不但讨不到便宜，反倒令台商企业把好不容易占有的大陆市场拱手让出，像极了伤人伤己的欺商权，绝对本末倒置，得不偿失。台湾方面还是没有这个胆量来把这个芯片作为一个武器来和大陆打这个贸易战或者芯片战。如果切断对大陆的供应呢，实际上它的这个经济利益会受到严重的这个损害。另一个方面呢，台湾方面一直在鼓吹所谓的大陆不敢进行武统，主要是因为大陆对台湾芯片的这种依赖。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如果他自废武功切断对大陆的芯片供应，那台湾岂不更加危险吗？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美国国会参议院准备于下周对瘦身版的美国竞争力法案进行初步投票，以优先通过法案中涉及的有关补贴美国芯片的内容。您对此如何解读？其实，美国国会中的民主与共和两党已经就这个所谓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博弈了长达1年多。在这个过程中，去年6月先是通过了参议院提出的版本，今年2月又通过了众议院提出的版本。但是基于两党各自的政治利益以及根深蒂固的政党政治，参众两院始终无法推出一个民主与共和两党都能够接受的版本。可以预料，在接下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民主与共和两党以及参众两院还将继续就此博弈与扯皮下去。不过尽管如此，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也无论是参议院还是众议院，他们最终就不敢耽误这个法案中有关芯片补贴的那部分内容，并决定赶在美国国会休会前把这一块单独扔出来，单独投票通过。这背后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美国涉及芯片的高科技企业施压的结果，也不仅仅是因为包括欧盟、日本、印度、韩国在内的相关国家都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芯片补贴计划。更为关键的还是因为看到了中国为应对美国在芯片供应上的种种卡脖子行为，全力推进了芯片自给计划。中国自主研发芯片的决心
又反过来刺激了美国国会升级他们的竞争策略，不惜抛掉小政府大市场、自由竞争与政府不干预产业发展等等基本的理念与原则，开始为芯片产业巨额补贴。那么中美同时通过刺激芯片产业的发展方案，实际上也就为我们梳理出了中美两国未来将要进行竞争的主要脉络，也就是中美两国竞争的核心在于科技竞争，而科技竞争的核心在于芯片产业的竞争。或者换句话说，中美两国未来竞争的主战场将会集中在这块小小的芯片上，两国必定会加大对芯片产业的投资。同时，由于芯片已经成为了各行各业，尤其是电子产业发展的核心与灵魂部件，中美在这块小小芯片上的竞争与博弈的结果，又将反过来决定中美在经济、科技、军事甚至政治领域最终竞争与博弈的结果。这就是中美两国纷纷集中优势资源，要在芯片领域内展开一场世纪性博弈的原因。那对于蔡英文当局要求台湾鸿海集团旗下的富士康在投资中国大陆芯片公司前必须获得当局的批准一事，你又是如何看？在芯片制造环节，台湾的地位虽然是一枝独秀的，但并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日本与韩国就是台湾芯片制造业强而有力的竞争者。同时即使是台湾地区和日韩的芯片制造业，也离不开美国的技术支持。这个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芯片生产企业都得为美国的马首是瞻。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芯片企业离开了美国的技术，都很难独自生存。而掌握了核心与关键性的技术，才是美国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奉行科技霸权，甚至是实施所谓的长臂管辖的根本原因。当然，话也得说回来，近年来在执行美国组织对中国大陆的高端芯片断供命令上面，蔡英文当局不仅执行得非常果断与彻底，甚至还出现了变本加厉的现象。他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要求岛内相关公司高管前往大陆必须通报政府，限制台湾科技公司对大陆企业的融资，还因此增加了一个所谓的经济间谍罪。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蔡英文当局在高端芯片领域内对中国大陆断供，不是在简单的执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脱钩与产业链重组政策，而是把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当成了一个特殊的政治与军事工具。一个方面，蔡英文当局认为，只要台湾的芯片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不得不在意识形态上拉拢台湾，在军事上保卫台湾，以防止台积电这样的芯片制造企业落入到中国大陆的手中。另外一方面，蔡英文当局认为，只要在高端芯片上卡住了中国大陆的脖子，就等于是在高端军事科技领域内卡住了中国大陆的脖子。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面，无论是美国的芯片生产企业，还是台湾的芯片制造企业，都已经置身于其中，甚至是成为了牺牲品。他们都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中国大陆这个拥有14亿人口的终端市场。再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的中东之行。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重点讨论了伊核问题，双方还签署联合协议，以加强军事合作。拜登在接受以色列媒体专访时明确表示，不排除对伊朗动用武力。此外，拜登还与以色列、印度、阿联酋领导人进行视频会议，组建了一个新的四方组织 I2U2。到底什么是 I2U2？ 来看看报道。在首次中东之行的第一站以色列，拜登从下飞机开始就同以色列大秀亲密，称美以两国间关系深入骨髓，牢不可破。On day 2 of President Biden's tour of Israel, they welcomed him like a rock star. 当地时间周四，拜登与以色列总统拉皮德举行会晤，就伊核问题、巴以问题、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等进行了讨论。会后，双方共同签署了美以战略伙伴关系耶路撒冷联合声明。2016年，美以签署10年期军事援助协议，美方为以色列提供380亿美元，这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外军援的最大笔协议之一。
美国此次在声明中承诺将全面执行这一军事援助协议。声明还指出，美国可在该协议之外，根据以色列的安全情况，提供包括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额外援助资金。以色列被称为是美国的第51个州。一方面呢，我们知道第6舰队充分的利用以色列的军事设施，包括海法港，来扩大它的影响力，加强巡逻。第二方面呢，在遏制伊朗方面，以色列呢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形成了以色列加阿拉伯国家的盟友加上美国的这样一个3方合作机制。在这份耶路撒冷联合声明中，核心问题就是伊核问题。双方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Made it absolutely clear, we will not. Let me say it again. We will not allow Iran to acquire a nuclear weapon. 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则表示，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武力。If they continue to develop their nuclear program, the free world will use force. 外界注意到，对比两人的发言，拜登显然保留了更多的余地。他在记者会上还表示，仍然相信外交手段是解决伊核问题最好的方式。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披露，拉皮德在会谈中提出为伊朗设立最后期限，但拜登予以拒绝。同时，拜登也继续向伊朗施压称，美国政府希望恢复与伊朗的核协议，但警告说他不会永远等下去。此外，拜登还不忘顺带批评特朗普称，前任总统退出伊核协议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导致伊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拥有核武器。拜登在接受以色列电视台12频道的采访时称，不排除对伊朗动用武力。You say it again that you'll ensure Iran would not acquire nuclear weapons. Does that also mean, sir, that you would use force against Iran? Is that what that means?That was the last resort, yes. 就在访问以色列期间，拜登还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印度总理莫迪、阿联酋总统阿勒纳哈扬以视频方式举行4方会谈，并组成了一个全新4方组织 I2U2。在这一新组织的首次领导人会谈上，4方集中讨论了粮食安全危机和清洁能源问题。对于 I2U2 这个名字，无论是看上去还是读上去都有些奇怪。纽约时报指，虽然 I2U2 看似传奇摇滚乐队 U2 和电影《星球大战》中机器人名称的混合体，但简单来讲 ，I2U2 指的是印度和以色列这2个国家名称的首字母 I， 而 U 则是美国和阿联酋2个国家名称的首字母。纽约时报还援引分析人士指出 ，I2U2 被认为是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的一个配套项目。拜登政府似乎正试图整合印太地区和中东地区，以遏制中国影响力。不过，作为 I2U2 和4方安全对话双重成员的印度，本国媒体却对此只字未提。外界认为，对于印度来说，加入这一组织的目标主要在经济层面。大约有350万印度人生活在阿联酋，约占这一海湾国家总人口数的1/3，这使他们成为阿联酋的重要劳动力来源和印度的汇款来源。此外，印度还从阿联酋获得了大量石油，也从以色列获得了大量武器。印度呢，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呢，会不断的被美国放大。其实呢，印度也反对4方机制呢针对伊朗。印度呢总理也多次强调4方机制不针对伊朗。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出访前在《华盛顿邮报》撰文，将应对中国也纳入此行的目标。而他在访问以色列期间就表示，美国将继续在中东发挥领导力，不会允许中俄填补真空。在周五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回应称，长期以来，中国始终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支持中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汪文斌强调，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中东人民是中东的主人，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更不存在所谓的真空。当前中东局势很不太平，中东人民最渴望的是发展，最需要的是安全。拜登此行还将访问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以及沙特阿拉伯，这2站对拜登来说充满了挑战。尤其是沙特之行，国际媒体最为关注的是拜登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之间的会晤。此前，由于美方认定萨勒曼是卡舒吉事件幕后策划者，拜登一度刻意回避与萨勒曼的接触。在中东行之前，白宫曾宣布，由于新冠疫情，拜登在访问行程中会减少与外国政要的肢体接触，这意味着拜登可以借此理由避开与沙特王储握手。
然而，就在拜登抵达以色列后，与以方领导人频频握手，甚至有更紧密的动作。此举立刻引发西方媒体广泛关注，都在猜测拜登是否会和萨勒曼握手。分析指出，拜登此访也被称为求油之旅，就是试图说服沙特等国大幅增产石油，以缓解高油价。当初拜登因卡舒吉事件向沙特发出强硬警告时，国际油价为每桶41美元，现在油价已接近每桶105美元。在美国国内通胀居高不下之际，拜登也不得不妥协。然而，这一目的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沙特官员此前明确表示，如今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密切。利雅得既不打算中断与莫斯科的联系，也没有开采更多原油，帮助美国政府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据彭博社周五的消息，拜登此次中东之行不会就提高石油产量发表任何公开声明。沙特和美国的合作是一种权宜之计，美国对沙特的这种偏见，特别拜登政府提出了价值观外交，不利于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改善，也不利于双方建立战略互信。所以，今后美国和沙特的关系的发展也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美国总统拜登在和以色列总理共同见记者时称，美将继续在中东发挥领导力，不会允许中俄填补权力真空。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对于拜登上任1年半首访中东，美国《纽约时报》周四的定性是一次充满政治风险的出访。那么，美报列举的3大风险呢，是核、原油以及所谓王子的救赎，警告处理不慎的话，将会进一步打压拜登已经跌创新低的民意支持率。那么，前2个风险容易理解，伊朗核问题延宕已久。拜登启程中东之前呢，美国刚公布6月通胀率破9，那么平抑原油价格呢，可以说10万火急。那么至于救赎说的这个缘起啊，拜登不是周五访问沙特吗？那么访问期间不可避免将和沙特王储本萨勒曼握手会谈，那这一幕呢，让华盛顿政坛的人权派分分钟受不了。在他们看来，沙特王储和沙特流亡海外的知名媒体人卡舒吉2年前在沙特驻土耳其使馆惨遭碎尸有关联。那么拜登当初也是激烈批评者之一，声言呢要让沙特阿拉伯在国际舞台上沦为被唾弃的国家。但如今呢，作为美国总统，他却要和被唾弃的对象外交勾兑，把盏言欢，那么各种施压呢，要求增产原油。那么这就是有些美国人眼中的所谓的政治风险。而拜登来访对沙特王储就是所谓的外交证明，美媒夸张称之为救赎。那么之所以要强调这番背景，因为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拜登何以在和以色列的看守总理共同见记者时要抛出所谓提防俄中论。很大程度上这就是拜登的应急反应，因为批评声浪太高，承压太大，拜登呢要应急脱困，翻箱底抛出了防范俄中填补权力真空这套壳，来做甩锅式的自辩。看大国竞争到这份上了，美国但凡是退出，美国头号对手就会强势挤进来填补真空了。那么这就是拜登的应对逻辑，但凡要解围，但凡要卸责，必须要拿中俄来说事儿。但是呢，在我看来，拜登这套说辞恰恰它是存在致命漏洞的。那在您看来，拜登所谓权力真空说存在哪些致命漏洞？拜登上任伊始就明确表态，要减少美国对中东的关注，要把精力转向印太，转向应对中国。尤其呢，在去年夏天，美国淘宝式的从阿富汗撤离，引发外界对白宫中东政策失败的猛烈的抨击。拜登呢，当时就曾自辩，华盛顿已经浪费了20年时间，美国本该把精力集中在真正的对手身上。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从中东抽身是你的主动选择，是所谓的战略决策，那么填补真空说又何从谈起呢？假如真有所谓的真空存在，那不也是美方你自己的主动作为吗？而且你的作为还令到包括阿富汗在内的一众域内国家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进而言之，所谓权力真空乃至访问一个国家，就是对他的掌权者证明救赎之类的无稽之谈，根本就是美式霸权思维、霸道行径的习惯性的延伸。西方谚语说，锤子眼里的世界就只有钉子。那么基于小圈子同盟体系搞价值观与制度对抗的惯性思维，
美国眼里的中东，那就是大国博弈、全面竞争的大舞台。任何一个区内国家都只不过是大国博弈的棋子。前几天，中国国委兼外长王毅在东盟秘书处发表政策演说，外媒普遍就引述说，王毅警告区内国家不要做大国竞争的棋子，要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我说哪里是警告呢？这是外媒的惯性的误读。所谓警告，所谓救赎这样一类的提法，只会来自习惯居高临下的霸权国家。掌握自身命运，其实是大国外长的忠告。想必呢，同样的忠告也适用于中东国家。怎样看待国家邦交、大国博弈？如何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应非常犀利，一语中的。中东人民是中东的主人，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更不存在所谓的真空。但拜登此访中东也搞了不少动作，美、印、以、阿四国还召开了领导人视频会，组建四方组织 I2U2， 这被美媒炒作为整合印太和中东来共同遏制中国。您对此如何评论？这是出于锤子思维的又一种奇葩说。《纽约时报》就援引分析人士炒作说， I2U2 被认为是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 QUAD 机制的一个配套的项目。拜登政府正在试图整合印太地区和中东地区，在亚洲以及中东遏制中国的影响力。那么我想反问，在地缘上如此庞大的所谓印太地区，拜登都还没有整明白，现在又要整合进中东了吗？参加 I2U2 会的这个两个中东国家以色列和阿联酋，他们真认同自己国家的美媒定位吗？说配套就甘当配套吗？更何况 I2U2 它到底能够走多远，也还需要我们观察。而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两个中东国家，他们的走近到底是策略性的还是方向性的，外界呢现在也都没有底。以色列是美国在中东的头号盟友了吧？但是拜登到底对这个小兄弟有多大的掌控，实际上现在也被打上了问号。拜登抛出所谓权力真空填补说，是在和以色列看守总理共同见记者时，但是呢，恰恰是在这次联合记者会上，随行的记者普遍嗅出了紧张味。今日美国报周四发自耶路撒冷的报道，甚至用了这样的一个扎眼标题，在伊核问题上的紧张交锋，搅和了拜登在以色列的开心时刻，所谓的 Kumbaya moment。那么媒体就普遍注意到，拜登与拉皮德在开场讲话中谈到伊核问题时，明显不同调。拜登称外交是最佳手段，暗示伊核协议有必要重启。而拉皮德呢，并不买账，他当场反呛，外交并不足以阻止伊朗推进核武项目，唯一有效的阻止手段是将可信的军事打击方案置于桌上。美以在伊朗和这一所谓拜登政治风险议题上分歧可以说是明显公开化了。美国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本周刚打着航行自由旗号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后不久，美印太司令部又高调宣称，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今年以来首次进入南海进行军事训练。美军这些行动的时机选择有何玄机？与南海相隔万里之遥的美国为何频繁到南海挑事？来看看报道。美印太司令部周三发布新闻稿称，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当天进入南海执行例行任务，包括固定翼和旋翼飞机的飞行行动、海上打击操演以及水面与空中部队的协同战术训练。除里根号航母外，该打击群包括安提坦号导弹巡洋舰、希金斯号导弹驱逐舰以及第5舰载机联队、第70特遣队等兵力。新闻稿称，航母在南海的行动是美国海军在印太地区例行行动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美海军第5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唐纳利在谈及里根号进入南海时提到，此次行动将在英勇盾牌2022演习成功举行的基础上汲取相关经验教训，与盟友和伙伴一起协同训练。英勇盾牌2022是指6月上旬由美国林肯号航母打击群、里根号航母打击群以及搭载 F-35B 隐形战斗机的迪黎波里号2栖攻击舰为首，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演习。时事评论员曹卫东向深圳卫视分析，英勇盾牌2022演习强调的是海空以及海军陆战队3军种之间的联合演习，规模很大。
美指挥官的话说明，演习的针对性相当明显，这显然不利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美国上次搞的英勇盾牌勇士啊，这个演习呢，它的这个对象呢就是大国对抗啊，这个意味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第一点。还有呢，就它演习的过程中啊，不但有这种海上的对抗、海空的对抗，而且还专门部署了就是模仿陆基的导弹打击海上的这种舰艇的演习。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都有岸对舰的这种导弹，特别是我们国家的啊，东风26、东风21都号称是航母杀手啊，所以他专门演练这个演习啊，针对性非常强。另据英国广播公司和越南媒体报道，里根号接下来将于本月下旬访问越南岘港，这是美军航母时隔2年再次访越。值得注意的是，就在美印太司令部发布有关里根号航母打击群动向的新闻稿当天，美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还打着航行自由旗号，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解放军南部战区当即组织海空兵力对美舰进行跟踪监视，并警告驱离。曹卫东认为，美军这些行动的时机主要是为了配合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6周年炒作。这次美国的航母编队啊进入南海呢，有2个与以往不同的点。第一个点呢，就是其他国家并没有邀请美国航母来，而美国航母呢自己主动的过来了，而且呢，它是一个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一个周期或者一个节点的时间呢，它有意识的跑到南海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2借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6周年发声明，一方面炒作并宣称支持这一裁决，另一方面提出所谓警告，称如果菲律宾军队在南海遭遇攻击，美方将根据2国共同防御条约保卫菲律宾。这番说辞遭到中国外交部的严厉驳斥。发言人汪文斌敦促美方尊重中方在南海的主权和权益，停止在南海挑事生非，停止利用南海问题挑拨地区国家间关系。有观察指出，中国对南海诸岛主权有着充分历史和法理依据，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非法无效，这些无需赘言。裁决当时对中菲关系以及南海和平稳定造成的破坏也显而易见。但华盛顿并不关心南海周边国家的切实利益，只是妄图将南海作为其围堵中国的重要一环，对南海争端加以炒作和利用，借以挑拨中国和东盟国家关系，以极端对抗和零和博弈思维重塑中国周边战略环境。除了在南海不断秀肌肉、挑动紧张气氛外，近期美方在亚太安全问题上也动作不断。日前，美军大规模扩建天宁岛国际机场，推进西太平洋岛屿军事化，分别在关岛和澳大利亚部署 B-1B 和 B-2轰炸机，提高所谓的战略威慑能力。在太平洋另一端，30多艘舰艇及170多架战机正在参与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美国还试图将亚太地区拖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危险中，包括施压岸田政府，协助美国在日本西南诸岛部署中程弹道导弹。此外，华盛顿还一直敦促韩国尽快推进萨德基地的正常化。分析指出，美方的这一系列动作都是由于美方追求绝对安全的心态导致的。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有过一段短暂的接近于实现他所想要的绝对安全时期。中国的军事力量近年来发展壮大以后，美国认为这种情况破坏了他想要的绝对安全。当美国发现他无法对中国为所欲为时，又不愿意接受相对安全，心态就越来越失衡，安全感不断丧失。在美国短期内难以改变自身追求绝对安全心态的情况下，对于中国来说，只有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并搞好地区合作、经济合作，也合作化解美国的挑衅挑拨。尽管美国在南海兴风作浪，但是呢，实际上其他的国家呢，并不跟他一块随风起舞。那么在这个太平洋方向呢，尽管有1-2个国家啊，也是跟着美国比较紧，搞一些军事演习，但他们之间也相互的有矛盾。所以我们看，就是我们看到了美国的目的以后，我们和周边的邻居搞好相互的关系，我们把自己的国防建设搞好，那么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应对这种军事上的挑衅。俄欧天然气大战愈演愈烈，近期欧盟正在酝酿对俄罗斯的第7轮制裁，其中是否包括禁止进口俄天然气，各成员国分歧依旧。与此同时，随着北溪一天然气管道因开展年度例行检修，加剧欧洲天然气市场短缺，欧盟也正在制定政策，为俄罗斯突然断供做准备。
此外，美财长耶伦本周出访亚洲，首要任务就是在对俄石油设置价格上限方面寻求盟友支持。美媒还指，耶伦近日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视频通话时，也讨论了对俄石油限价的可能性。对此，中国商务部周四表示，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有关各方应努力劝和促谈，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针对欧盟正在酝酿对俄的第7轮制裁，一些成员国表示难以在短期内找到可行的俄罗斯天然气替代方案，并担忧对俄新制裁会进一步加剧欧洲的能源危机。捷克总理菲亚拉周三强调，包括捷克在内的许多欧洲国家都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禁止进口将导致这些国家受到严重冲击。Současně si myslím, že by ani neměl být z toho důvodu, že řada zemí je prostě zatím na ruském plynu závislá. Třeba Česká republika z 97%. Mě to netěší, ale je to prostě realita. A my budeme dělat všechno pro to, abychom se co nejrychleji té závislosti zbavili, ale prostě nebude to tuto zimu. 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也对禁运俄罗斯天然气表达了坚决反对。罗马尼亚副总理凯莱门·胡诺尔在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也警告说，对于整个欧洲来说，今年冬天可能将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寒冷的一个冬天。而随着北溪一天然气管道自本周一起开始年度检修维护，俄罗斯向欧洲供气将暂停10天。这一例行检修让德国等高度依赖俄气的欧盟国家高度紧张。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欧盟内部正在制定政策，为俄罗斯突然单方面停止运输天然气做准备。根据已披露的减少天然气需求计划草案，欧盟委员会计划建议成员国考虑采取额外措施，以遏制天然气消耗，并降低企业和消费者的未来成本。具体包括使用替代能源，呼吁工业用户减少电力消费，减少冬天供暖，对公共建筑供暖制冷温度设限等。还称燃煤发电站可以不受工业排放目标的限制。据报道，该文件定于下周3进行表决。在这个能源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它很难完全达成一致，它可能是在其他的一些局部一些领域吧，可能加大一些对俄罗斯的制裁，做一些象征性的一些举措，但是呢，尽量减少对于欧洲经济本身的伤害。就在俄罗斯拧紧天然气阀门之际，寻找天然气替代供应来源成为欧洲各国的当务之急。观察指出，美国可从中渔利。今年3月，欧盟决定向美国额外购买150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以减少进口俄罗斯天然气。此后几个月，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量一直处于创纪录水平。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表示，美国把俄乌冲突视为重新拉拢欧盟以及巩固其与北约盟国关系的重要机会。在能源问题上，拥有页岩气开采技术的美国则希望成为全球能源市场上的新玩家。由此，俄欧在能源问题上的日益对抗成为了美国成功扩大自身对欧盟天然气出口的有力契机。但就在今年3月，美国与欧盟签订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时，有美媒就发长文泼冷水，指出无论在产量及运输成本等方面，与俄罗斯相比都存在先天劣势。说到底，就是美国既无法完全填补俄罗斯天然气的空缺，还将拉升欧洲方面的用气成本。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常常是自私自利的。那么一方面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号，搞一些分而治之建立起一些板块化的一些供应链呢，以制裁的名义，实际上就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谋利然后呢获取了一些不公平的竞争优势打压他的竞争对手。欧洲呢现在越来越看清楚了美国这一点，所以对俄罗斯的制裁上面不能随美起舞一定要要有自己的判断要欧盟呢更多的增强自己的战略自主。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本周起出访日本、韩国，并出席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办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其首要任务就是在对俄罗斯石油设置价格上限方面寻求支持。美媒称，美国希望通过限制俄石油价格来减少俄通过石油获得的收入，同时不至于将俄罗斯剔除在国际石油市场之外。A limit on the price of Russian oil would deny Putin revenue his war machine needs and would build on the historic sanctions we've already implemented that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him to wage his war or grow his economy. It will also aid in maintaining the global supply of oil, helping put downward pressure on prices for consumers in America and globally at a time when energy prices are spiking.
本周三，国际原油交易价格约为每桶96美元左右，而且与全球基准相比，俄罗斯石油已经以折扣价出售。一些观察人士质疑，俄罗斯是否会以美国及其盟友设定的价格上限来出售。耶伦称，他尚未就该计划与俄罗斯官员沟通，但如果俄方以停止石油销售为回击，最终将迫使俄罗斯关闭自己的油井，并永久降低产能。作为对西方限价回应，俄罗斯政府计划明年建立国家石油基准。根据该计划，俄罗斯主要部门、石油生产商和央行计划10月份在一个全国性平台上推出石油交易。俄罗斯将努力吸引外国合作伙伴购买石油，目标是在2023年3月至7月之间实现足够的交易量，以建立石油定价基准，确保能够在不受任何外部压力或限制的情况下销售石油。不过，该计划仍处于早期阶段，俄方尚未确定是否需要为此建立额外的法律框架。另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耶伦上周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的视频通话中，也讨论了对俄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可能性。分析称，这几乎是美方首次放出招引中国限制俄罗斯石油销售收入的信号，值得关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束学挺周四确认了美方在相关通话中介绍对有关国家石油价格设置上限的想法。束学挺表示，中方认为这个问题十分复杂，解决问题的前提是有关各方应努力劝和促谈，推动乌克兰危机局势降温，而不是升温，这符合各方利益。主要是中国呢是俄罗斯的主要能源的这个进口国之一，俄罗斯的主要能源原来是主要是卖到欧洲的，那么因为现在所谓的禁运呢，那么增加了对中国的这样一些出口，就是美西方它单独对付俄罗斯都就感觉力不从心，更不用说对付中国。所以总是要盯着中国，希望呢中国来加入这个制裁，好像就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目的，这完全是一种离间。国委员兼外长王毅周四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正常交往的歪曲和抹黑是无中生有、别有用心。王毅强调，面对乌克兰危机，中国的立场光明磊落、客观公道、一以贯之，坚持劝和促谈。中国将继续从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维护自身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始终站在维护和平的一边，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欧盟委员会周三发表指导性文件称，允许俄罗斯运往加里宁格勒的货物通过铁路运输的方式中转过境欧盟，但不允许通过公路进行运输。受制裁的军用、军民两用货物以及技术产品仍被全面禁止过境立陶宛。立陶宛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表示，将遵守欧盟方面的有关决定，但强调将加强对俄方货物的检查。美国国务院则称，赞赏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欧盟成员国完全按照欧盟的指导执行制裁措施。针对欧盟委员会的表态，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讽刺道：“这是理性光芒战胜布鲁塞尔呆小症和野蛮恐俄症的罕见事情，这是我们的外交胜利。”加里宁格勒地区领导人阿里汉诺夫表示，目前超过80%的限制措施已经取消，但该州政府官员表示，欧盟方面仅仅迈出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还应取消公路运输的限制。事实上，立陶宛禁止过境本国向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运输货物，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受禁令影响，到今年年底，立陶宛200多家卡车运输公司将面临破产。制裁俄罗斯已经引起了欧洲的这个很大的自伤这个自己经济上受伤害。这个欧盟现在也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实际上吵得越来越厉害。欧盟对于俄罗斯的政策、对乌克兰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中东欧一些国家，就像立陶宛为代表的，他们好像挟持了，因为他们那个非常反俄然后呢把这个欧盟给绑进去了。所以这种恐俄这种情绪，甚至一种俄罗斯的恐惧论实际上导致了欧盟自己呢政策战略上的这样一些失误。加里宁格勒州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仅靠一条通过立陶宛的铁路和天然气管道，从俄罗斯其他地区获得货物和能源。但立陶宛以执行欧盟制裁措施为借口，从6月18号起关闭该铁路通道，禁止货物从俄其他地区转运至加里宁格勒州。
俄罗斯各方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称要让立陶宛付出代价。第14届海峡论坛大会周3在厦门举行，新党主席吴成典在大会发言中表示，要坚持9·2共识，两岸同属一中，坚决反对联美抗中、亲美反共的政策，全面开展两岸交流，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和平统一目标等主张。吴成典在会后也接受了深圳卫视的专访，他表示对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此次论坛大会上的讲话感到很亲切。吴成典还表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充分体现了大陆和平统一的诚意，两岸同胞应该用智慧避免掉入美国设下的陷阱。汪洋主席在大会上他也特别提到这个两岸现在目前发展的现状那祖国大陆是战略定力的，是有足够耐性的，我们希望两岸都好，统一是有好处的那台独是不被允许的。觉得我们都很受听，也觉得很感动。特别在接见我们的时候，他还讲说我们一定要有耐性来看待这个民族伟大复兴。讲这种话，我们心里面就会比较踏实一点，会觉得好像很亲切。新党成立于1993年，也就是两岸汪辜会谈达成9·2共识的次年。新党主席吴成典在厦门参加第14届海峡论坛期间接受专访时，对深圳卫视记者再次强调了新党的主张。我们新党一路都希望两岸这个和平统一我们新党是一个从来都不改的，我们从成立的第一天29年来，我们都和平统一，和平统一。吴成典表示，海峡论坛越办越好，参加的人越来越广。新党多年以来都积极支持海峡论坛，他本人曾多次参会，对海峡论坛有很深的感情。这是两岸难得一个可以沟通的方方面面的人可以沟通的一个桥梁，一个舞台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它。为什么我们会民进党打压我们还要来？其实我觉得民进党打压也是多余的，因为这个沟通，那你不沟通要怎么办呢？而且我们民族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炎黄子孙，都是中国人嘛，就来沟通。吴成典表示，两岸经济融合日益深化的趋势不可阻挡，更无法逆转，因此台湾民众应该顺应历史潮流，更应该光明正大地支持海峡论坛等两岸交流的平台。现在台湾的这个经济40%几跟大陆的这个经济往来那大陆你不跟大陆往来，你这40几%怎么办呢？你的 GDP 马上降下来，你连工作机会可能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必须务实去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情绪化在那边做一些对立。那我们做该做的事情，我们这个会谈里面并没有秘密讲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要密谋去搞什么？没有，我们正大光明那大家来感受这个两岸这个历史情缘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台湾要赶上这个祖国大陆这个经济发展这个趋势，我们台湾不能作为缺席者台湾人都很有血气之勇我们也很有这个义气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在中国这个强大升起的时候，我们要扮演一定的角色新党早在2001年就组团访问大陆，开创了两岸政党对话交流的先河。吴成典是这一事件的亲历者。21年前北京的那趟旅程，吴成典仍历历在目。那一年那一年我们新党特别来拜访北京那他们不成文的是说，新党跟共产党模拟谈判，5天4夜就谈一国两制我也是参加者，所以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个晚上还正好碰到我们争取了2008年的奥运成功，所以整个北京疯狂吴成典表示，新党对民进党当局把一国两制污名化十分痛心。他认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体现出大陆和平统一的最大诚意。2019年，我们这个习总书记就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我那时候内心里面是受到很大的一个震撼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8个字，跟原来一国两制4个字意义是很不寻常的。台湾方案是理之问题那大陆也没有强加台湾接受说这个台湾方案是什么内容它是个空白授权你台湾你有什么需求，你有什么东西，你把它写出来，我们来讨论嘛。讨论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可以做到，有一部分大陆做不到了，我们可以来检讨嘛。所以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事实上它是一个设计很好的，这是大陆对台湾算是最大的一个期待放出最大的这个利多放出最大的这个诚意民进党拒不承认9·2共识，并且以美谋独、挟洋自重，变本加厉给两岸交流制造障碍。吴成典表示，台湾经济发展取得目前的成就很不容易，两岸中国人都必须认清情势，不要掉入美国设下的陷阱。美国他自己有他自己的做法，他有他自己的利益那请问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的利益在哪里？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没有台湾问题。台湾就是一个发展一路这样上来嘛我们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困难，我们也完成了一些让世界刮目相看的事情，没有台湾问题那就是美国在后面这个煽风点火嘛。我觉得我们都要去正视这个问题有时候讲笑话说，两岸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就第一枪也不是大陆开的，也不是台湾开的，是人家外国人开的，那你不觉得是笑话吗？所以我们不要去陷入这个没有必要的陷阱。